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31号，美股盘前行情快报，我是阿哲。大年初三，新年快乐呀，各位同学们！美股受 DeepSeek 影响，出现单日大跌，近期有所反弹。苹果护盘功不可没，借此机会王者归来。特斯拉财报不及预期，让大家觉得未来可期，所以价格不跌反涨。那美股究竟是反弹还是反转？短期还会有所下跌吗？我们看到今天的图版。本期视频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第136期，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来讲解当前行情的观点。第一部分是纳斯达克指数的 K 线背离分析以及空间支撑压力点位计算。第二部分会讲解特斯拉、英伟达有关空间、资金、动能的技术面3维度分析。最后，阿哲会针对以下个股：台积电、苹果、MSTR、PLTR、Meta、谷歌、亚马逊以及高通等个股，会从短线的角度进行技术面的行情快报。关于以上内容，阿哲会将时间轴进行划分。点击下方播放按钮旁边的3角，您可以看到具体的时间轴，点击时间轴就可以快速跳转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标的分析。希望对于首次观看阿哲视频的同学可以有所帮助。如果您是老同学，阿哲更建议观看所有的视频内容。本周美股市场反弹，周二、周三的反弹中形成了一个价格结构，叫做晕线，它由2根 K 线组成，左边是大 K 线，右边是小 K 线。大 K 线的实体完全包裹小 K 线的所有价格，这就是标准的晕线组合，一般代表价格的一种停顿状态。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表，标记黄色圈圈的地方都是近期出现过晕线的行情。晕线本身没有方向的指示，后续的股价走势才是判断方向的关键。一般价格能够上破晕线区间最高价格，我们认为晕线后大概率看涨。当然，这里有一个高点的晕线上破，它出现了一次骗线行为。当时我们通过指数背离去识别风险，所以没有被欺骗到。那看到当下再次出现晕线，同时价格处于下降趋势线附近，这里的晕线高点要被有效突破，反弹才能延续，不然这里将是一个反弹高点。从指数分化背离的角度，我们也要小心后续的上涨。什么叫指数分化背离？1月22号到1月24号，纳指上涨没有创新高，而标普却创了新高。这种现象就是指数上涨顶背离，它是提前告诉我们小心指数中的风险，而后才出现众所周知的黑天鹅事件。黑天鹅后，上期视频阿哲说到，美股还有一线生机，是因为纳指下跌回补了下方缺口，而标普却没有，所以两指数下跌中再次背离，这叫做底背离。这里反弹开始，现在两次反弹3天，那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标普上涨即将回补缺口，而纳指却距离缺口回补还相差甚远。所以这里纳指不出现明显有效加速上涨的话，两市将在反弹中再次出现顶背离，那时候就是风险提醒了。目前差一点点就会构成顶背离。以上内容就是当下美股反弹时我们就要关注的 K 线和背离分析。如果是老同学，听到这里不要忘记点赞阿哲视频，可以的话也希望您留下一句宝贵的评论或建议。如果您是新同学，今天是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，也可以点击订阅按钮，未来我们一起学习技术分析，一起在美股市场中稳定盈利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纳指的空间点位技术分析，这是阿哲每天盘前都会发布的一则 Telegram 盘前信息。看到左侧的图片，就是阿哲日常美股开盘前都会更新的消息，只有订阅阿哲频道的粉丝观众才有机会收到的限时福利信息。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频道，至少您可以在未来8个月中接收到本条信息，也是阿哲给新订阅观众的一个见面礼。春节期间又是聚餐又是拜年的，所以视频的更新是有所耽误了，但盘前消息阿哲会坚持更新，这可以让您每天盘前及时看到阿哲的某些观点。关于点位的测算，阿哲一般会给到纳指和特斯拉的日内支撑和压力。看到右侧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，如果当天收盘跌破日内支撑，阿哲会标记红灯，说明空方强势，要小心风险。如果当天收盘突破日内压力，阿哲将标记绿灯，说明多方很强，后续往往有上涨机会。周二反弹，纳指就出现了绿灯，说明多头转强。而周四的假阴线探底回升也是绿灯，所以目前的反弹延续的可能性较大，在红灯出现前还能延续看涨。周五的收盘只要在19582.79之上，就不会有红灯 K 线，空方也就还没有转强，
稍后阿哲也会用这个技术分析当下的个股行情。这里提醒一下，如果您是新同学，订阅阿哲后还不知道如何领取每天盘前的消息提醒，可以现在打开本视频的评论区，在评论区中找到阿哲的置顶评论。阿哲已经把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放在里面，点击链接后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，领取每天的盘前解析。这里要记得，找到助教之后发送一个口令“盘前”2个字。这样助教老师就知道了您是需要阿哲的盘前消息。当然了，您还可以再发送一个口令回放，这样助教老师同样会把年前的一些非公开回放课程发送给您，可以作为知识点的补充学习。希望对于新订阅的同学可以有学习上的些许帮助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部分，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的技术面解析。这里阿哲需要提醒，有关于所有短线美股的买入交易，最好是建立在两指数顶背离还未形成的前提下。如果是背离产生，并且还有下跌阴线的出现，这里短线多头则要千万小心。我们先看到特斯拉，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。当前的特斯拉其实没有特别明确的右侧买点。上期视频我们说过，连阴后的止跌阳是一个左侧特别激进的买点，右侧买入最好是等待上涨阳线修复406.71后去买入。目前还没有出现。周四的 K 线是一个放量假阴线，老同学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决策阴线。决策阴线后，我们希望它可以尽快被阳线反包，那就是一种右侧的买点了。而如果决策阴后是收跌，是去破位阴线的开盘，就会是风险信号。所以这里的特斯拉今天最好收阳。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，上方是特斯拉红绿灯的动能 K 线，下方是 BBD 资金指标。周四的假阴线还是一根绿灯 K 线，说明多头有所转强。只是这种 K 线一般不作为买点。从资金上看，目前是连续流出红柱后的首次绿柱流入资金，这跟资金对应的 K 线也是下跌时要关注的。它的低点最好不跌破，高点尽快被突破，这样更能确认特斯拉本次止跌有效，将上涨启动。现在我们看到英伟达日线图表。近期价格反弹，目前的走势符合上期我们的3种推断中最大的一种可能走势，也就是反弹到前方筹码压力区内，而后再次下跌回测116的支撑。当下看到英伟达116附近的支撑比较强，价格一直有下跌的倾向，但最后它多出现的是下影线。不过这种盘整它一般不会持续太久，目前还是压力区的空头比较强。如果最终是以破位116为结果，那就比较麻烦。上涨突破区间的概率，阿哲目前看到的是比较低的可能性。从资金上看，英伟达红柱下穿，确实低点变盘出现反弹。目前的首绿流入 K 线将再次考验多头力量反弹是否延续。周四阳线高点被突破，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去反弹。动能上处于多头区间，要小心红灯的出现。周五的收盘，如果在121.375之下，就将会是红灯 K 线，空方将再次明显转强。以上就是特斯拉和英伟达的空间资金动能分析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部分，阿哲会从资金和动能的角度讲解台积电、苹果、MSTR、PLTR、Meta、谷歌、亚马逊以及高通等个股，进行技术面方面的行情快报。先看到第一只个股台积电。图中的黄色、粉色方块是价格的缺口，台积电此次下跌，受到下方缺口的支撑出现反弹。有一个不好的现象，上方有多次重叠的缺口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压力，它的效果可能会超过倒行反转。如果台积电在这个区间附近，价格上不能再出现一次向上的跳空缺口，目前的中期方向将会是维持保持向下的，只能认为此次上涨是反弹。短线上看，则比英伟达强势一些，因为它的首绿流入资金 K 线已经被突破，低位反弹以来有2次绿灯 K 线，周五的收盘只要在206.783之上，就还不是红灯。接下来我们看到苹果，上期视频我们说过它有买入机会，价格突破224.42，在这之上可以看涨。最近的苹果连续上涨，出现了一个风险不大的3小顶信号，现在它处于一个区间箱体之上。之前连续的下跌是对于区间箱体的再次回踩，而现在的价格在反弹后重新回到箱体之上，这是一个挺好的表现。底下资金不断流进，从连续的绿灯看，多头是比较强势的。
价格不要重新回调到箱体内最好，可以用三阳小顶的防守位持股234.01作为止盈点。MSTR 也出现了连续流出后的首根流入资金，关注这根 K 线会不会产生买点，如果可以出现周阳突破它的高点，可以作为本次回调首次买入 K 线。从动能上看，如果今天的收盘价格在348.102之上，也将会是一根绿灯 K 线，多头将再次走强。现在我们看到 PLTR 前方的阴线是近期的高量阴线，最近借助市场超跌反弹 ，PLTR 顺势突破高量阴的区间。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突破是否有效，因为当前只是一根小 K 线突破，如果很快又再次跌落，那么说明还是突破失败。今天收盘不能跌破80.3，不然会是红灯 K 线。现在我们看到 Meta 在周一回撤前高后，最近是连续的上涨，在连阳中有出现三小顶结构，这里要小心一点。周四也是同样的绝世假阴，小心红灯和决策看跌的同时出现。今天收盘不能跌破681.55。接下来是谷歌，基本修复了黑天鹅事件的下跌影响，价格又来到区间上轨，这是第4次了。从短线目前来看，表现是强势的，反弹有出现了2只绿灯，而首绿流入资金 K 线的高点也是被有效突破。目前就看前高压力能否强势突破。看到亚马逊，亚马逊近期连续的阳线中出现了多次的三小顶，所处的价位比较特殊，是在刚刚突破前高压力后，目前2天下跌对于前高有一个测试，这里也有三小顶的支撑位置，如果不跌破支撑位，出现一根反包阳线，可以再次看涨买进，因为对于前高将是支撑的有效表现。最后我们看到高通最近走势偏弱，还是在前方大阴半的压力下盘整，底下资金也是连续的流出。这种连续流出的资金，如果本次是回调，那么一般会被2种方式终结：红柱下穿零轴出现变盘低点，或者首次流入绿柱 K 线被突破，则止跌启动。目前都还没有出现，所以可以再等等。防守位可以用前方最后的大阳线低点作为波段止盈点。以上就是1月3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。反弹行情下，密切关注指数会否出现两市的顶背离产生。如果纳指不出现明显有效加速上涨，这里还有下跌风险，短线反弹则注意获利了结。更多精彩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